军师的话像是一柄钢刀，插在了诸位核心层的心头。他们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和哈米德一样，龟缩在卫星都扫不到的深山老林里，弹药物资都藏在石头缝里。政府军因为地形悬殊，也不敢贸然过来围剿。现在他们夺了江山，一切就都反过来了。他们不再是龟缩在山里的草寇，反而成了占据首都、手握社稷的政府军。当他们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自己与哈米德的形势，他们也知道几乎不可能打得下来，而且就算只是围他3年，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3年的变数太大，3年之后他们是否还拥有江山都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所有人都在心中有了一个同样的念头，那就是趁着江山现在还在自己手上，得赶紧捞取利益，就算哪天被反攻了，还能带着大量的钱和女人离开，不应该跟哈米德这屌毛浪费时间。于是大家达成共识，不跟哈米德一般见识。可是他们不跟哈米德一般见识，哈米德却要缠着他们不放。就在大家颓丧的决定放哈米德一马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冲进会议室，汇报道：报告，哈米德发来消息了。首脑冷声质问：他说什么？来人回答：哈米德说，如果不把他要的那座油田给他，那他的士兵将对全国油田发动进攻。用他的原话说，反正卖石油的钱1毛也到不了他的口袋里，不如都炸掉，大家一起挨饿。卧槽！首脑顿时暴怒，掏出随身携带的配枪，对着天花板就砰砰砰地打了3枪。他嘴里怒骂：这个王八蛋是什么意思？真要跟我们干到底吗？军师赶紧劝道：老大您先息怒，依我看，哈米德想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小油田，他要就给他吧。给他？首脑怒目圆瞪，厉声质问：他刚刚打掉我好几个油田，我们带来了重大损失，一天要少挣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让他付出代价，就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。他现在还想让我把油田给他，妈的白日做梦！副首脑摸着大胡子，喃喃道：这王八蛋现在肯定士气正盛，我们又不能派出大量兵力去防守全国的油田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再被他打掉一个，咱们这买卖都会亏。被他打掉2个就亏得更厉害。依我看，还不如就把他要的那个油田给他，只要他能够恪守承诺，那就只需要再损失1个油田就够了，否则的话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。军师立刻点头，没错，是这个理。首脑脸色铁青地说，我知道是这个理，我也能算得过这笔账，我就是心里不舒坦。凭什么我要被他拿捏？我现在好歹也是一国之主，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，我的面子往哪放？说着，他咬牙切齿地继续道：还有，这混蛋本来就已经很有钱了，基地修得固若金汤，要是再把油田给他，以后他手里钱越来越多，实力岂不是越来越强？军师赶紧安慰道：老大，这点事情，只要大家在桌子底下达成协议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外面谁知道具体什么情况？而且哈米德现在得意得很，如果他真的上头了，继续进攻咱们控制的油田，以后损失只会更大。跟他达成协议，把那个油田给他之后，其他被他破坏的油田，咱们还能抓紧时间恢复生产，慢慢的损失还能补回来。可要是让他继续这么打下去，那损失范围可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。另外您说怕他实力越来越强，说心里话，这一点咱们现在已经阻拦不了了。您别忘了，他跟万隆店关系很好，白马岛的事，万隆店现在还没找咱们麻烦呢。我觉得这件事咱们还是顺着哈米德，另外也跟万隆店打个招呼，赔礼道歉，否则两边都跟咱们对着来的话，咱们以后岂不是腹背受敌？首脑沉吟片刻，长叹一声道：哎，你说的对，他妈的，只能暂时便宜这个混蛋了。说罢，他立刻抬头对副首脑说道：你跟哈米德联系一下，就说他要的油田可以给他，我们也可以跟他握手言和。
但前提是他绝对不能对其他油田发动进攻了。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谁都不许再打对方的主意。副首脑立刻道：好的，我这就跟哈米德通个电话。说罢，他掏出卫星电话给哈米德打了过去。以前大家都是战友的时候，就用卫星电话互相联系。现在虽然成了仇人，但联系方式还都在。电话很快就打到了哈米德那里。哈米德此时就在自己的工室里翘着二郎腿等电话。他知道自己把话放出去，对方肯定会答应。小学生都算得过这笔账，除非是傻子才会跟自己死磕。再说自己也不怕他死磕，叶老弟早就帮自己分析过了局势，这一下把他们打疼了，他们肯定会怕。电话一来，他脸上立刻浮上胜利者的微笑，拿起电话来，淡然道：喂，是谁啊？对方立刻说道：是我啊，阿卜杜拉。哈米德冷笑道：是你小子啊，我说句心里话，认识你小子这么久，没想到你这么不厚道。对方赶紧赔礼道歉：对不住啊，哈米德，你也知道现在形势不一样了，你又一直拒绝整编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担心啊。哈米德厉声反问：咱们都是一个战壕里拼出来的兄弟，你就算有点担心，也不能想着置我于死地吧？而且我还带着我2个怀孕的夫人，你他妈这是想让我灭门？对方无奈地说：哎，哈米德，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明白，大家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我们做的确实不对，这一点我们也不狡辩。而且你打了我们3个油田，也算是出了口气。要我说，咱们还是握手言和吧。你要的油田我们给你，我们对你动手，还有你干掉我们油田的事情，就一笔勾销，你看如何？哈米德心下一喜，心里不禁感叹，还是我叶老弟料事如神，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只是跟叶晨接触多了，他城府也多了起来。对方既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，那自己得趁机敲敲竹杠才是。想到这里，他便说道：油田你肯定是要给我的，另外我打你3个油田，伤了3个兄弟，你们多多少少还要有所表示，不然我没法跟手底下的人交代。对方简直要气死，打了3个油田，击毙自己几百个士兵，你就伤了3个人，你语气还好像吃了大亏，找我们要赔偿。凡尔赛也不能这么凡尔赛吧，不要脸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。